Hello Ivy， Hello Wendy， 是避孕还是备孕呢？我现在很想就是找一个洞钻进去我真的毫无知觉你知道吗？上个星期重点是你讲的全过程我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我是到最后在剪的时候都快那一段我都剪完了，我才反应过来，诶，其实你是想要讲避孕还是备孕？我当时还有 message 你然后我当时还说就是我要在 show note 上面加一句解释，结果最后好像也没有加到，对啊，引起大家许多猜疑对啊，因为其实所有的逻辑都要放在备孕上，如果是避孕的话那个故事一点都不成立引起了但你知道我在做那个 transcript 的时候我其实有刻意的就是写备孕就是我有刻意的让学中文的朋友们不要 get confused 不然的话真的很了真的很 confusing 但好像大家还蛮喜欢听我们喝酒聊天的，就是对，就是可能出丑的机会概率比较大所以你今天有在喝酒吗？此刻有啊你在喝什么酒？又是梅子酒啊，好，你等我一下，我去开个冰箱。好，有一点点准备啊。好，哇，你还有冰块，很专业。我以为它倒出来会有一些冰块，我也以为会有声音，结果完全没有对，所以其实听众听不见，但我就看着那个酒默默的流进杯子里，我以为它会有一些碰撞的声音。这样呢？这样有。诶，我们用杯子很像诶。我的是 IKEA。哦，我记得以前我们中学高中有一个咖啡厅，你有印象吗？好像我们大二大三的时候才开始的。我有印象啊，高二高三，对，我们学弟学妹开的嘛。对，然后当时呢我有次去参观，他们把他们的杯子是有名字的，虽然都是好像大部分都是 IKEA 的杯子，虽然其实就只有2种杯子，然后那2种杯子的名字呢，一种叫强壮杯，一种叫性感杯然后我现在用的怎么个性感法？我现在用的这一款杯子就是性感杯，但是小版，因为它有另外一个是比较高一点的那种，你应该有见过 IKEA 的。哦，我有见过。对，但是你这个版本的长版，对，那个是性感杯，不是性感，那个是强壮杯所以我现在每次看到我这个杯子，别人问我你用的杯子，我都会习惯性讲说我这个是 IKEA 的强壮杯不过是矮版强壮杯。哦，OK， 性感杯是它的边那个外形是有带一点 S 曲线的，所以叫做性感，就有腰线的，所以叫性感杯。这些小机灵鬼年纪轻轻就想出这么多这些东西噱头。来，我们都喝一口啊，好爽。说起我们的听众群，前2天有一个晚上啊，哇，不是晚上，是白天，晚上开始的，我没记错的话，晚上，当天晚上我好像刚点进去就已经看到有200-300条那个叫什么，也不叫留言，那个你看才喝了一口就开始聊天记录对然后呢我当天追完那200-300，第二天早上起床，因为那上个礼拜就刚过去，这个礼拜工作很忙，然后我去上班，结果上班上突然间瞄了一眼700多条我想说发生什么事然后我是趁下班回家的路上，然后我就慢慢把它追完。妈呀，你下班回家路上那个时候已经有1000多条了吧？对啊，就是在那边累积，然后就追完了大家的聊天内容，然后就发现说哇，好多话题就是很有趣。对，然后很多话题其实我很想要插入，就是很想要
跟大家一起讲，可是其实我看到已经离那个话题过去可能大概有几个小时，对，所以就不能够好像就觉得不太好再回到那个话题去聊，但就累积了一些话题放在心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大家好像给我们的节目提供了很多素材。对对对对，我那天蛮神奇的，因为我那天上午在体检，然后我就记得，因为体检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这样子去做嘛，就比如说你做完一个项目，然后你要等到下一个地方排队，然后进入一个项目，所以我基本上就是在等的时候在刷，然后我每做一个项目做完之后出来，诶，我刚刚那个什么检查什么内脏不是才花了10分钟吗？怎么就几百条过去然后我就坐在外面，然后旁边有护士就一直跟我说啊，那个什么什么小姐，你要到那边去，你快去，然后我就他一直在催我下一个项目要去做，然后我就一直拿着手机在这边刷。对啊，但其实一度我是很想，因为我那天刚好其实是那天上午没有在工作，在体检，所以其实是蛮多话题我还挺想去就是插一两句嘴去讲两句的，但是也确实因为大家讨论的很热烈，然后我看到大家的观点都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其实当天有萌生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在线下就是在线下在各自的城市去见面啊，跟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去组织一些这样的话题性的活动，大家可以出来聊一聊。然后我记得群里面不是有几位同学就在说那个啊，就大家在约嘛，啊你在哪个城市我也在哪个城市，然后我们可以出来见面约。然后我记得群里面有位同学就是说，哎，结果到最后本来是聊一个什么跟婚恋跟恋爱有关的话题，聊的都变成闺蜜群变成闺蜜聚会，然后出去面基对，我第一个特别想要插入的话题就是看他们聊的时候很想要加入，我今天真的我2口酒现在就是语言表达已經有點模糊，好想加埋入去傾，就你不覺得說插入很奇怪嗎？好想你不要說好想參與討論嘛，很想參與討論，對，很想參與討論的話題。第一個看到的就是關於有一個女生，好像她就說，好像大概意思就是好像不是很有慾望想要去找男朋友，不是很有慾望想要談戀愛。然後我當時那個話題我也蠻有共鳴的，我當時看到的時候但是我不知道你的共鳴是哪種共鳴，我當時的共鳴就是真的耶，其實我很多時候我也就是不太明白為什麼要談戀愛，就是男朋友到底有什麼特別，就是我也好像比較喜歡一個人挺好的，因為他講完之後下面就是有不同的人都說對啊，有的時候也覺得一個人安安靜靜挺好的然後我就覺得對啊，你的共鳴也是這種嗎？我的共鳴其實不是說不想，但是我的共鳴是他因為大家後來就聊得比較熱烈，然後呢聊到一趴就是說然後就聊到說有什麼方式可以去擴大交友圈，去認識新的男生新的異性，這點我非常的有共鳴，因為我現在真的不認識什麼適齡的直男對，就是我 gay friend 還蠻多okay. 然後呢就是他就講到說不知道怎麼樣去擴大自己的交友圈，有的時候不管是在 dating app 或者是在一些類似的相親平台啊，或者是一些社交活動上，其實也並不容易遇到跟你自己很聊得來的男生對。然後我其實看到這個蠻有共鳴的，因為我不是不想談戀愛，因為但我單身也蠻長一段時間，我不是不想，但是呢我覺得重點不在於談，對我來說啊談戀愛的重點不在於談，在於男友那個人在於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因為我覺得好的親密關係是會給人帶來很多很積極的力量和一些醫治的，但是不好的親密關係也會摧毀很多東西，所以對我來說可能重點不在於談戀愛這個行為這個 activity， 而是在於對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我有沒有遇到一個讓我覺得願意去付出愛的這樣的一個人。所以我看到那段他們聊到後面這一段，我自己覺得還蠻有共鳴的。我一開始看到他說不想談戀愛，我就很有共鳴，因為可能我覺得我過去就是單身的這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我蠻用心在尋找那個人的，
我觉得我其实觉得我蛮努力在找的，就是首先像 dating app 啊，就是我很愿意去尝试啊，然后线下朋友聚会我也至少可能3-5年前我都还蛮乐意去参加的，只是有机会可以见到新朋友，但是就是因为我都这么努力了，至少我自己觉得我都这么努力了，然后也没有遇到好像好的姻缘，然后在努力过后就等于是有一种努力都白费的感觉，所以努力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觉得都遇不到，那我还努力来干嘛？而且加上已经一个人这么久了，然后也没有觉得好像就是当时群里面有一个人说，他说偶尔会有那种就是扑面而来的孤独感，我有的时候也有，对，但是就是对啊，就我都这么努力了，但我都遇不到，那我好像我不知道我这种努力还要不要继续。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个孤独感其实是有办法排解的，虽然说有办法排解的，特别是在我工作规律之后，我就发现只要晚上11点之前就去睡觉，那个孤独感就少了很多，真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半夜然后睡不着，然后胡思乱想，然后那个孤独感就会很浓烈很浓烈，对，那我很好奇，对啊，就是一个人习惯一个人生活之后，就发现其实一个人生活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然后有的时候看到可能身边在一起的谈恋爱的朋友，他们有的时候为一件小事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去商量做那个决定，我都会觉得就是 I'm so glad I'm single， 因为我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说我们要看什么电影，我们要几点看，我们要在哪个地方看，然后我们要先在哪里见面等等等。就是我一个人想要看电影的话，我现在看一下，我现在突然想要看电影，我拿一下手机看一下，就是接下来2个小时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电影，我就可以直接去了，然后一句话都不用说，我觉得非常的轻松，对啊，然后就就也慢慢就真的开始会觉得说一个人安安静静挺好的，为什么非要有男朋友？明白。你刚刚说的这点我也是有共鸣的啦，就是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还算是蛮享受单身生活的，就是说因为很多决定就像你说的不需要跟另外一个人讨论，就是很多决定你自己可以完全随心所欲，你自己安排好了，你自己直接就去做就可以了。对。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不太会有情感上的消耗。对，因为其实讲真，就是现在开始也是开始跟朋友一起做一些项目嘛。那其实在工作当中这种合作关系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情感上的消耗的，不一定是合作，就可能你一个团队里面，如果你要管理一个团队，或者是说你在团队里面跟别人亲密无间的合作，其实也会工作当中会有很多情感情绪上的消耗。我其实有的时候会难以想象说有时候工作觉得好累哦，就是跟别人做很多沟通协调很累的时候，我回到家我还要跟另外一个人如果万一那个人工作也很糟糕，然后那天他发脾气，或是那天他有一些情绪上的东西，我真的会觉得我无法，就是 I can't handle anymore. Exactly. 就是有的时候回到家就想自己安安静静的，你就让我躺一天，然后或者是你就让我摆烂几个小时，不要来跟我讲话。对啊，我通常工作完回到家直接开空调，然后就瘫在沙发上，可能会开电视上一下 YouTube 放一个影片，但是也不会看，就反正就有声音放着，就瘫在沙发上滑一滑手机，就是完全放空。对啊，所以其实现在这个阶段有的时候想想会觉得如果要有一些情绪上面的这些消耗，然后是来自另外一个人的，而且那个人的情绪并不是你可以去控制的的时候，现在会觉得当然了，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活法。我现在这个阶段我只是觉得我想象不到我能不能 handle 另外一个跟我很亲密的人的情绪，可能到我进入到那个关系里面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我可以，但是现在我光是凭想象我会觉得好像有点难。所以那对啊，那所以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呢？
好问题。但是我其实想回到刚才你说你努力过了，但是并没有找到很合适的一些人，我其实还蛮好奇，你通常在什么事情上，在哪一个点上？因为比如说你就是玩 dating app 你会遇到很多人嘛，通常是聊到什么样的内容上，或者是说你们见几次面，在什么点上让你觉得这个人不合适，我可以停了，可以不用再见了。首先我现在我觉得我现在要讲的这一些就是这种经验已经是可能多少年前，18年以前，所以是我们两个真的是4年前，也就是我才28、7岁的时候，有真的有不同的种类，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聊多了之后，自己的心态好像慢慢会变得比较将就，就是可能好不容易你第一次见面遇到一个好像第一次见就蛮聊得来，有那个 click 到的，然后多见几次之后maybe 有发展一些别的关系 you know， 可是呢到了某一个时间，就是你可能会想问他说，那我们现在就是有算是什么样的关系吗的时候，对方就会说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有这种的，或者是大部分都是一上来，等一下，有人给我打电话，不好意思打断了，快递这么晚还有快递吗？我买了蟑螂药就我刚才录音前就发现厕所里面有蟑螂，我就吓得赶紧对，我刚刚说就有第一种情况，对，但大部分都是就是你在 dating app 上面 match 了之后，然后一开始讲话就发现很难聊下去，就可能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比较懒，就直接就一 match 就只会说一个 hi 或者是 hey， 然后就很难开展话题。但有的时候就算我真的很喜欢对方的长相，然后我很努力抛出几个话题之后，对方的回复也都是就是你知道反正就对话很难开展下去，然后就已经觉得很累，就是就是我为什么要好像一定要 you know 付出那么多精力就只为了让你跟我聊天这样，对，然后或者很多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的情况，就是 maybe聊天，我之前不是有说一个就是用声音交友的 app 吗？然后在那个上面聊得很投缘的几乎都不在香港，所以没有办法见面，或者是当时还没有疫情之前，有一些就是来香港旅游的朋友，然后你可能就是在外面在酒吧认识了1-2天，聊聊天之后，或者是就是可能会有1-2天出去约会或怎么样，但是约完之后人家也要回国，也要回到他的生活里面去，所以就是也很那叫什么露水情缘的感觉，也是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深入去发展的。等一下，露水情缘好像有出现在我们的聊天群里，就是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对对对，好像当时有一个同学就是说，那你要先找到一个有一点露水情缘的人，然后同学就说我要赶紧先去找露水情缘。对啊，就是露水要发展成 serious relationship 其实是蛮难的，我觉得。对，就是对啊，再或者就是 maybe 在很多朋友的场合，然后遇到一个朋友，结果你觉得他好像就是好像你跟他眼神交流很投缘，然后好像有 connect 到，结果马上就会有人告诉你说他有女朋友，然后就是这种情况太多了，多到我就真的是就是 I'm kind of fed up with it， 就是真的不想要再对对啊。我现在你说到那个突然也是觉得好像还 OK 的时候，突然有人会说他有女朋友之类的，这种情况我在过去几年也是遇到太多了，对吧？所以我现在会如果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第一件事情我要搞清楚的就是他是不是单身。对啊。那我问你你有想谈恋爱的时候吗？当然有啊。
那你想谈恋爱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你其实前面讲到一个点我很同意，就是说想谈，但是重点不在于谈恋爱本身，而是在于那个人。就是我想谈恋爱的时候，通常是我见到一个人我觉得很喜欢的时候。对，就是你可以 picture 到一些跟这个人一起做很多事情，或者是可以跟他分享很多事情的场合，就是你有那些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很想要跟这个人谈恋爱。对，其实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婚礼吗？然后那个婚礼对我来说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我去婚礼之前我还跟我爸聊天的时候，我还跟我爸说，就是我发现很多人对婚姻生活是有一种幻想的，就觉得好像结婚之后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会水到渠成啊，就会得到解决啊什么，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blah blah blah。 然后我当时就很理性的觉得我没有很想要结婚，就是 for as in 我这辈子我没有觉得我一定要结婚，但是我也不抗拒结婚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也 OK。 对，但其实我现在想想，我当时的态度其实是偏消极的。然后我去到婚礼现场之后呢，虽然说这个可能是就是婚礼的魔法，就你每一次去到婚礼好像就是你都会看到很多成双成对，然后那种爱情的气息好像特别浓烈，就好像影响到你的感情观啊 blah blah blah。 但是我觉得我那个婚礼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婚礼的那两个人，就是我从他们刚开始在一起就认识他们两个，然后看他们一路从同居然后搬来搬去，然后身边的朋友就是不断的离开香港，新朋友来到香港，然后又离开香港 blah blah blah， 这种7-8年终于看到他们结婚，包括他们订婚也是就是有就是告诉我那个场景也是很 dramatic 的那种，就是对，就是你亲眼见证了两个人的爱情。所以当时那个婚礼上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让我还很对我影响也蛮大，就是在场的很多来宾，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惜家眷参与啦，但是很多都有带另一半，就是 plus one， 无论男生带女生还是女生带男朋友还是男生带男朋友都有。然后我是在就除了正在结婚的这两个朋友之外，我在其他朋友就是有带 plus one 的那些朋友身上，就是因为那个婚礼其实是真的是一个蛮 emotional 的婚礼，然后就可能一个女生朋友她遇到一些很情绪不知道怎么去接收去 process 的时候，她会到一边去哭嘛，然后就是不想打扰到大家，可是她去一边之后呢，她的男朋友也会过去陪她，就是让她觉得身边有一个人这样子。然后那种时刻是让我觉得蛮心疼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因为我曾经有就是在一个很热闹的场合，然后自己突然间情绪上头不知道怎么处理，就真的是一个人跑去一个没有人找得到我的地方哭，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没有人来找我啊，所以我看到那样子的画面，我首先就觉得有一个人能够观察到你的情绪变化，我觉得真好，就是这个人愿意给你陪伴，感觉真好。然后剩下其他就是可能一个人他觉得他不想要在 party 待这么晚，所以他想要早点回去，但是他害怕，然后他的另一半可能就会说我可以陪你啊，我陪你回去啊什么的，就是好像在关系当中的人，他可以把自己的就是害怕的那一面，或者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 fragile 的那一面，脆弱的那一面可以表现出来，然后让我觉得在感情中的人很完整。然后那个感觉看多了之后也让我蛮有感触，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那个对我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是直到我们礼拜六晚上有一个 party， 然后礼拜天的早上大家相约做 pancake 做 waffle， 然后那天早上我还喝得很，我不知道我在醉还是在 hangover， 反正就是我当时，然后加上那个场合是一个很古老的建筑 of course 欧洲到处都是很古老的建筑，然后我就在那个建筑里面，我就拉着我朋友到一边，我就跟他讲说，我发现我好像
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结婚，就是其实我大概我的原话是 I'm not marriage material， 就我觉得我好像不适合结婚，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进入到那样子的状态，怎么样可以就这样对另一个人毫无保留的表达你脆弱的一面等等，就这么毫无保留的把你所有的缺点都表现出来。然后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你先不要这么讲，虽然那个朋友比我小很多，但他就思想上非常的成熟，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先不要这么讲，他的一个阿姨也是到了40岁才觉得自己想要结婚，然后就很努力的去找对象，可能参与很多社交活动啊，或者是 dating app 啊，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伴侣，这样。然后首先我很感动，他就是愿意，不能叫鼓励我吧，我觉得就是愿意跟我分享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就继续看着身边这些 you know 恩恩爱爱的，结了婚的，没有结婚的。然后因为我朋友的父母也在嘛，然后他们已经是结婚不知道多少年，然后他们最开始是就很多这种就是各个年龄层的，就是一对一对的那个恩爱，不同表现方式的恩爱在我面前，然后两个人可以一起 handle 一些问题，然后会让我觉得我好像那个心态变得积极了一点。就其实我现在如果嘴巴上说我对婚姻也是没有很强求，但是来了也不抗拒，但是好像比以前那个消极的程度更正向了一点点，就是更愿意去好好的多留意一下可以遇到的人，这样子。哇，你刚刚讲到那个就是说你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它我觉得最令人 impressive 的一点是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向另一半展现你的脆弱。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人在最脆弱的时候也是他可以获得最多的力量的时候。所以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你可以毫无保留的展现你的脆弱，且在感觉到脆弱的时候对方可以给到你就是精神上或是心理上的很多陪伴和支持，我觉得对，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现在语言好苍白哦，就是对，总而言之我觉得一段这样子的深刻的亲密关系是真的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不过你知道吗，你刚才在讲那个在婚礼上面就是很多人都带自己的就是携家眷出席啊，然后如果突然之间有一些比较 emotional 的时刻，你可以出去哭或者怎么样，然后另一半也会跟出去。我曾经跟前男友一起参加过别人的婚礼OK， 对，曾经一起出席过别人的婚礼。然后呢，我觉得在婚礼的那个现场，我首先我只跟就是前男友参加过一场婚礼，就我人生当中只携家眷，其实他携我啦， okay， 不是我携他啦。okay， 对，就是出席过一场婚礼，所以是他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然后所以当时其实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是有一点点觉得奇怪的，因为那个是我第一次大规模的见到他所有的朋友。对，就是他的，因为在他的家乡嘛，对，是他以前中学还是大学同学的一个婚礼，对。然后所以在那场婚礼上我感觉是有点不自在的，因为我是个外来人然后因为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当时还是男女朋友嘛，所以就是说有人结婚然后你们是男女朋友，那别人很自然就会问对，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之类的，就是不会问的那么直接，但是会有一些旁敲侧击在里面，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婚姻离我很遥远，婚礼离我很遥远，对。然后中间也在亲密关系里面也经历过那种，就是说我觉得在我遇到人生当中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对方并不能给予我理解和支持，所以我觉得好像很难走下去。就是当我自己情绪极其的复杂，我情绪极其的低落的时候，对方不能理解，其实
他的不理解会增加我的情感负担，因为我还要努力让他去理解。对对对，然后所以在很多那样子的时刻会让我觉得，哇，如果现在我们都不能彼此理解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婚姻，因为进入婚姻会有更多的这些不理解等等等等什么什么的。对，但是我现在其实有一些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有一些改变就是关于我以前就是觉得啊，他连这个都不能理解，那以后在婚姻里面就更加不能理解等等。在这个点上我有不同的看法，是后来我们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呢，我们有重新就我的意思是跟前男友啊对，有重新联系，然后其实有说回那一段时间我正在经历些什么，然后我发现其实那段时间他也在经历一个真的是 tough time，很艰难的时刻，可是我也没有办法理解他。就不只是他那段时间没办法理解我，其实他那段时间也很艰难，然后我也没有真的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所以后来慢慢我就发现，但是那段时间过了之后，我们当然后来就分开了嘛。分开了以后，我们再重新去聊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发现我是可以理解他的，他也是可以理解我的。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反思，就是说其实这种彼此的互相理解，首先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理解和互相不理解都是正常的。只是说在一段关系里面对对方的那个 commitment 有没有大到一个地步，或是你对对方的爱吧有没有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说虽然我现在此时此刻不能完全理解你，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分享，我希望尽可能的去陪伴你。对啊，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我没有这样子的 commitment。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些年有一些变化吧，这也是其中一个我现在觉得我想谈恋爱的理由，就是说我觉得我更有信心去 handle 一段亲密关系，就是我更有信心去爱一个人了。我觉得我以前没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进入恋爱关系，但是后来发现好难哦，这样子。我觉得你说那个理解的 point 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有写就是我想要尝试列一些细节，包括有不想谈恋爱的理由和想谈恋爱的理由。然后其中其实大概有三个点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那种理解的感受，就是它表现形式不同。比如说可能看到喜欢的电影可以第一时间跟他分享啊，遇到开心的事情可以及时告诉他，或者是遇上什么奇特的事情，如果当下两个人都在那个场合的话，可以四目相对然后心灵相通。你有那种感觉？你有那种我有经验啊，对吧？有啊，就是在一个场合某件事情发生了，其他人好像不以为意，但只有你跟他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微妙，然后你们两个就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然后就意味深长的表情，就是那种懂啊对，就是 I miss that， 就是对啊，然后或者是可能他可以很敏感的察觉到你情绪开始有一点不对，然后在你还没有崩溃之前，他的目光就已经在你身上，然后他就及时的过来问你还 OK 吗，或者是 you know 就及时过来关心你的情绪。当然我现在讲的好像都是对方对我，可是当一个人获得我的注意力，或者是获得我想要对他有的关心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对对方，就我的注意力就会完全在那个人对，就是我的注意力完全在那个人的身上，然后那个人的注意力也完全在我这边，就是那种互相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难得，但是也很值得追求。Yeah， 所以当我说到想要谈恋爱的原因，好像这种互相理解的感受是一个我很渴望的东西。对，而且我觉得我好像去过婚礼之后，对于这样的人是否存在的疑虑有小一些，我好像更加相信这样的人是存在的，只是我所在的地方和时机不对。你说到人这个点，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想谈恋爱，其实不完全是说他不需要，虽然很多人会说我不需要，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这样也挺好的，怎么样，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种
它不是逃避，但是呢是一种失望，就是说因为在生活当中我实在没有遇到什么跟自己很契合的人，然后遇到的人又频频让自己失望，或是曾经受过伤害啊怎么样的，所以会慢慢习惯了自己生活，就会觉得自己不需要亲密关系。但我觉得对，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亲密关系其实更重要的是关于那个对方，对，而不是说谈恋爱本身。因为讲真，其实谈恋爱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事情就吃饭聊天看电影啊什么，其实跟很多人都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你跟这个人吃大排档跟另外一个人吃大排档就不是一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需要是那个能够在精神上跟你比较契合的人。对啊，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想谈恋爱的原因是其实很多人没有 live a full life， 他们只 lived a partial life， 就是他没有他没有完整的去感受生活本身的美好。其实很大原因是现在很多人工作太忙碌了，就包括说其实回想我的成长过程，我觉得最适合谈恋爱的时间真的就是在校园那段时间。虽然说好像觉得课业很重，但是起码你作息很规律，压力比较小，然后你就有时间可以去感受恋爱啊，这种粉红泡泡啊这种东西。可是毕业之后就真的压力越来越大，然后在工作上好像就觉得要付出的时间更多，就像你刚刚说的，你的情绪都花在工作上，然后你工作结束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去应对需要动用大脑或者是动用更多情绪调整的东西，所以你要去认识一个新的人，然后再去花时间去调试你对他的情绪，他对你的情绪影响就变得很累，所以就变成很多人喜欢培养一些比较轻松啊，或者是单向沟通而不是双向沟通的兴趣活动，比如说种植盆栽啊，养花啊，养宠物啊，美食啊，看电影啊，这种。对，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不需要情绪消耗的。对呀，就是你自己输入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太多的输出，但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你是需要彼此的去不停的输入和输出的。对，然后就变成其实大家都是非常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趣的灵魂，只是就是当你来到了其实可以释放你有趣灵魂的时候，大家反而太累了，就没有办法再真的去释放自己有趣的灵魂，然后互相都觉得对方好像也就那样，可是其实本身大家都是很值得被爱的人。我觉得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反而是出来工作以后更加不是说更加容易谈恋爱，是出了工作以后更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或是说适合什么样的人呢？因为其实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看不太出来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大家在学校里其实就感觉都差不多嘛，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啊，对，然后顶多也就是忙社团的那些东西啊，实习啊，对啊，或者是追求不挂科标准好低，就是对，其实在学校里面会觉得很多人都好像大同小异，对，但是呢出来工作以后就会发现比如说不同的人对工作的态度不一样，他会对我也产生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很难喜欢一些对工作很不认真的人，就是比如说因为出了工作以后你就会看到这个人他怎么看待他的事业，他怎么看待工作当中的一些冲突，他怎么去为人处事，所以很多时候我自己有一些切身的体会，就是在过去的一些年里面我有一些 dating 嘛，那有一些 dating 的对象他在说起他的工作的时候会让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有一些细节上他在描述他的工作或是在描述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事情的时候，包括就是比如说我在谈论起我的工作的时候，对方的第一反应或者是对方的回应是什么，然后对方可能会有一些想法说如果你想要更成功的话你要不要怎么做什么之类的，对，就是对方对待他的工作和对方对待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会从中看到一些这个人的品格大概懂你的意思，对，品格的东西，所以会让我好像工作以后更加能够判断说这个人是不是个好人，也不能说是不是好人，但就会比在学校里面好像有更多的
判断力，对，判断力去看一个人适不适合我。我有你这种感受，但是我想延续到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有一种逃避心态，但是我好像不希望看到我的伴侣工作的状态，我不希望在工作场合遇到我这样想发现我从大学时刻就已经是这样子就我很不喜欢探班这件事情，就我很不喜欢男朋友来探我的班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想想，如果是我的 Interesting， 对，然后如果是我的伴侣，然后他工作我去探望的话，我好像也不太乐意，除非他已经要收工了，我去接他好像 OK， 但是我不想要见到他工作时的状态，甚至于我觉得下班之后我也不想要我们两个人的话题围绕着互相的工作。很神奇耶。后半部分我同意，就是下班之后不要聊工作，这个我100%同意。但是我必须要诚实的跟你讲，就是我其实是，就比如说就是前男友嘛，我其实看到了他工作状态之后，会对他的就是有更大的吸引力，对我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我看到了他认真工作的那一面。就是我是可以想象到这种情况啦，但是就是说因为因为当时比如说当时的那些那个场合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跟他完全不在一个行业，完全不在一个专业，完全不在一个行业，所以其实我不太知道他做的是什么，然后他当然他对我也不太知道做的是什么。但是呢，就是有几次比如说我们一起出来旅游啊，或是出来玩的时候，他工作很忙，然后被工作打扰到，然后他刚好在处理一个工作的一个电话，然后类似对方是他的下属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然后他就对他的下属有点严厉，不是凶是严厉。我第一次看到他很严厉的跟别人讲话，因为平常你也知道我们不会，我们又不涉及工作上面的东西，然后平常聊天，你在谈恋爱嘛，肯定就是软软绵绵的呀。我第一次看到他很严厉，然后是一些基于对于工作的原则，带有一些权威感，是不是？对，有一些权威感，有一些工作的原则，就是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处理成这个样子，怎么样，就是有点严厉的跟他的下属说话的时候，我当时一下就觉得很吸引我。包括在工作，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出来旅游，在工作当中他临时要处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对他的工作事业是个很认真的人，这件事情会吸引我。对啊，我同意你这个点，但是你要换一个角度想，如果这个人是在工作当中，他处理工作的方式和态度，他在工作当中的人设吸引到了你，不代表他在私人生活方面也是一个值得你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对，他不能互换。对，他在工作当中吸引我，不代表这个人在亲密关系上是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对，不代表适合我，确实是。但是我觉得那个逻辑是说，他工作的状态跟私人的那个状态并不能够，对，就是如果他工作好，并不能够吸引我 as a 伴侣，他并不能够吸引我。但是我觉得作为伴侣，对方必须是一个对工作认真的人。如果对方是一个对工作比较没什么想法，或是就是有一些原则不是把握的很好的话，对我来说是很减分的。但我会觉得你其实跟一个人相处过程，你难免也避免不了会聊到可能对职业规划或是对未来的一些想法，然后这当中应该可以透露出他对工作的态度吧，也没必要一定要看到他工作现场的样子吧。是啦，会透露出一点，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看到对方工作的样子，我其实会对，就我也不介意让别人看到我工作的样子，就是这件事情我是非常 OK 的。我发现有认识的人看我工作我会紧张maybe that's why 我不希望就是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你的工作性质有关？怎么说？就比如说我不知道，就是你比如说你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在一个就是公司一个体制度里面，但是比如说你要做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在拍片，然后你不希望他探班那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
做电影做创作的工作，它是需要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啊。那如果你另外一个人总是去探望，其实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和打扰。但是我之前啦，不是现在，就是我之前的工作不太涉及很多这种我基本上都是团队工作嘛，就我不太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去做一些创作，我不需要有情感投入，对。就是我就是一个没有理性，我是一个没有感性的机器人，我就是可以纯理性跟你聊逻辑，所以当你来聊逻辑的时候，对方在不在无所谓的啊，其实咱就聊事情嘛。maybe 对我好像对我好像大部分工作状态会是那种需要很强的集中力的时刻，然后如果那个时候有人来探班，我就会觉得分散我的注意力，然后我就会觉得，然后我自己又希望不要表现出我的注意力被分散，所以就会变得比较紧张，然后觉得不太自在。理解。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在群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follow 到那一段，我之前在爬楼梯的时候，我在看我们群聊天的时候，有一个点讨论到一个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有一些女生表示很有共鸣，就是找不到适合的男生，然后呢，大家就有丢出一个观点，那个观点其实也是现在在社会上很普遍、很主流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什么 A 男 B 女 C 男的一个点。就比如说在东亚的环境里面，男性都会倾向于找比自己可能在事业上或各方面比自己稍微弱一点点的女生，但女生呢又希望找比自己强一点的男生。但是在大城市里面，比如说如果把人按照能力和社会经历、社会标签去分成 ABCD 的话，那有很多 A 男和 A 女，那A 女想要找 A 男，但是 A 男偏偏找了 B 女。对，然后呢 B 男呢又会找 C 女，结果最后就是在大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部分单身的都是 A 女和比如说 D 男。对， D 男可能不一定在大城市里，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社会上如果把人就是在婚恋市场里面，如果把男性和女性把人贴上这样子的这种社会标签的话，剩下来的就是这样子。那 A 女呢又不想将就，不想找 D 男，所以就有很多人单了下来。你对于这样子的分类，以及这样的分类不是导致，就是说这种现象，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大家没有办法谈恋爱的原因。你怎么看这个？你讲到这个，让我不自觉联想到很奇妙，好像是有某一天在办公室里面，因为我们在聊就是刚结婚的这个朋友嘛，然后我老板也认识他，然后我老板就突然间就说，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自由恋爱然后进入婚姻这件事情，在人类发展史上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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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的时间，就是自有人类以来。然后我再仔细一想，你不要说自由恋爱，包括其实婚姻、一夫一妻制，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在人类发展史上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东西。然后我退到一个比较大的角度再去看，像你刚刚说的什么 A 男 B 女 B 男 C 女，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愚蠢。然后但不能说讨论他的人愚蠢，我觉得愚蠢是这件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而且还令到很多人不自觉的要去想这件事情，很愚蠢。对，是发展成这样，这个状况很愚蠢。对，就是婚姻是一个很社会化的东西，可是婚姻不是关系的全部。我觉得婚姻它本身是为了达成一些实现一些社会价值才存在的，可是它不等于爱情，它不等于恋爱。然后再加上太多人推崇，就特别是经历过一些安排婚姻这种时代之后，大家好像对于自由恋爱这件事情又把它推到一个更加高尚，好像非自由恋爱不可的地步，就变成好像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要拥有一个我自己选择的对象，然后跟他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blah blah blah，就变成它不再是一个那种叫做dynamic 的
状态。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被社会框架束缚住的圈套里面在聊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爱情本身它是远远超出这个范畴的。如果你追求的只是完成结婚这种社会化目标的话，你去按这个框架聊，我觉得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追求的是遇到一个和你心灵相通，话题可以共同聊，可以互相理解的人，去分享你们对生活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然后因为互相很投机而决定要一起结婚，去共同完成一些社会化目标，比如说成家、生小孩、养小孩这种东西的话，那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圈套束缚住自己。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在管这个圈套，但我也相信因为我曾经也很 care这件事情，我也曾经觉得我是不是就是把自己逼到一个，以前不是很流行什么圣女吗，什么圣斗士什么的吗？对，但是后来就慢慢觉得，但我就是 I can't help it， 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有这样的追求。那对比之下，我好像没有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不像自己，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 you know B 女 C 女 D 女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跳脱那个框架之后，我就会that's why 我说我觉得我心中想象那个人是存在的，只是天不时地不利。对。我觉得这个很有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是因为呢之前有不少人给我推荐过各种各样的 dating app， 各种各样的平台啦，对，然后就是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怎么样，我自己用过2个都是国外的啦。我是明显感觉到，比如说当我用国内的一些 dating app 的时候，甚至其实不只是国内，我觉得这个还蛮东亚的，这种文化现象还蛮东亚的，就是我在跟我的比如说日本朋友在聊这个婚恋市场和状况的时候，日本也是这样的，就是在日本的社会里面，他们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相亲一些相亲机构啊，还有他们的一些 app 也会很容易用一些社会指标去衡量一个人，就是好像你的社会指标是你在婚恋市场上面的价值和筹码，你的社会指标越被打的 label 越高，比如说什么收入啊、学历啊等等等等等越高，你在婚恋市场上面的价值也越高。但是这个只是男性，女性的社会指标如果越高，并不代表你在婚恋市场上的指标很高。OK， 对，这只是男性。但是我是觉得感情是没有办法用社会身份去被量化的，就是一个人即使他被打上这样的指标，他可能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受欢迎，但他可能是一个完全不会去爱别人的人，他可能爱伤，不要说什么就智商情商，假如如果他有一种伤的话，某种 Q 的话那真的啊，我觉得爱一个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而且这个东西跟你的社会身份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所以但是我觉得谈恋爱其实这个人会不会爱人，他有没有爱的能力非常重要，比他的那些所谓的什么社会身份重要很多。当然就是我觉得他的社会经历，他的社会身份 it matters，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它 matters 只是说它有关系，只是说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还是需要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背景、共同的信仰去建立一些 bonding， 但它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啦。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这种 A 男 B 女等等的这些标签，它好像更强烈的存在于东亚的这种社会环境，特别是大城市里面。对，当然啦，就是说我觉得抛开什么把人分类，就是说你这个人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出国的经验啊，然后可能会让你们就是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啊，这种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我觉得。对，
对，但你也没必要说就从一个 dating app 上面，你知道你刚刚讲的那段话，其实我有点小分心，为什么呢？因为是这样子的，其实从比利时回来之后呢，我重新下载了 Bumble 这个 dating app。你从比利时回来之后呢，你就在很多事情上很分心，OK？ 不只是我刚才讲的那段话。我不仅下载了，我还花钱买了它的 Premium。不是，等一下，请介绍一下。等一下，我真的很好奇。不，首先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我绝对不会在 dating app 上面花钱的人。我是说你是有什么优质会员没有解锁给我，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花钱。Premium 它可以让你做的事情就是你可以优先看到谁对你表示了 like，然后你就可以从已经 like 了你的人当中去选择你要 like 谁。等一下，所以 Bumble 之前你是不知道谁 like 你了吗？你要 like 了之后才知道别人有没有 like 你。OK， 我不知道 Bumble 是这样的。对，所以我现在买了 Premium 之后，第一个 function 就是别人 like 你了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知道，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已经 like 了你的人，你要 like 谁，这是第一个 function。第二个 function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手滑不小心 unlike 了一个人，然后你有还可以 unlike。 等一下，所以你可以 like 一个人，然后你又 unlike 他？没有，你可以先 unlike 了一个人，就你手滑，然后发现不对，那个是我要 like 的，然后你就可以把那个人再抓回来，从茫茫的 profile 大海之中再抓回来，再重新 like 他一次。对，就是有这种功能。我必须要讲，我之所以要买，是因为我在 quarantine 那7天里面，我没有买 Premium， 但我下载了 App， 然后我非常非常非常之就是绝望，因为我7天里面好像只 match 了一个，有吗？一个好像都没有。话又说回来，我很想知道你在按下 like 的时候，你会看到，通常是你看到什么会让你like 一个人？你会看一个人的 Let's don't do this all over again。 我们之前聊过 dating app， 所以我不想要再you know all over again。 可是就是因为我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就是说我要真的是找一个 dating 或者是 someone looking for serious relationship 的人，然后我很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蛮用心的重新建立我的 profile， 然后就是找照片啊 blah blah blah， 写 profile blah blah blah， 然后仔细的去看每一个人的 profile。 OK， 就是 again 我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结果最后1个礼拜才 match 了一个人，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不 OK。 然后我就买了 Premium， 想说看看机会会不会增加，但我必须要说机会好像真的有增加。真的？对，所以你买了 Premium 之后你 like 的次数，我其实本来我应该是6月15号就从 quarantine 出来之后我买的，然后买了之后因为它其实费用并不便宜，然后我就想说 OK，我只买1个月的时间，我定了闹钟说7月15号我要退订，结果7月15号当天太忙了，错过了退订的时机，所以又续了1个月，所以我要善用接下来的这1个月，然后对重新去 you know仔细看一看 like 我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我也看对眼的，然后 maybe 可以试着约出来喝个咖啡看看。那你会把就是 looking for serious relationship 这样的话写在你的 profile 里面吗？有啊，我有写啊。就是非诚勿扰。对啊，我觉得 Bumble 比较好，就因为它是女生主动嘛，你必须要你们 match 了之后，女生必须要首先去 say hi， 然后就好像让我在筛选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那个要做的动作更谨慎一点，就不会说看到一个好像年轻的时候看到一个高高帅帅，好像 you know 各种那种条条框框都好像有 take 到那些条件的人，好像冲动之下就马上去 say hi 什么的，我反而会犹豫很久，会想说这样的人真的是就是适合我的吗？因为他其实写出来他的兴趣爱好并没有说跟我的非常的 match， 然后我好像也可以预见到一些之前好像讲过嘛，就是特别 outdoor 的那一种好像没有办法，就我好像可以预见说他如果想要跟你约出去什么爬山溯溪我怎么办，就是对是对Yeah, that's why 我刚刚有分心一下，因为我在想说我们就录完音，我等一下应该要拿手机去刷一下 Bumble， 然后跟几个人 say 个hi试试看。好的
不玩阴我还蛮想看看你的我不要给你看，这段时间的战力好吗？虽然我有在这节目上把它说出来，but I still need my own space, alright？ 好，好吧。最后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什么想说的了没有什么结论。我觉得我们每一年都会聊一些关于就是恋爱的话题，但是每一年然后永远没有什么结论。我们本人永远都还是在同样的一个 status 里面聊这样的话题永远在纸上谈兵。对，永远纸上谈兵，我已经有点倦了，现实中也没有任倦了也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什么想说的。对，好吧，那就这样吧。祝福大家都可以早日找到和你心灵相通，可以理解或是愿意去理解对方，然后可以手牵手一起去谈个恋爱的人。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个5星的评分，留下你的评论。如果你需要我们中文的 transcript， 可以去 Patreon 还有爱发电。那也欢迎大家去 follow 我们的 social media， 包括Instagram、Facebook 还有微博。如果想要加入我们听众群，就是节目一开始聊到了那个最近好像聊天兴头很旺的那个听众群的话呢，可以去联络我们的接线员，他的微信 ID 是 One Call Away Podcast。然后对，那今天就到这边啦，下次再见啦，拜拜，拜拜。